告别暴力，美国炒房者正迎来艰难的时刻。你以36.5万美元购入一栋别墅，屋内从上到下弥漫着刺鼻的异味，老鼠患横行。整栋建筑年修4久，但是短短的数月之后，这处房产为何以接近10万美元的利润转手售出呢？这就是炒房的经济学。这种诱人的快速致富的策略，让许多人投身于房地产。我们正在想这样一个棘手的时期。尽管美联储降息，但是美国的抵押贷款的利率依然是居高不下的。数据显示，这30年期的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全国平均值已达6.28%。与此同时，炒房客采用的专业贷款的机构也变得更加的挑剔。此外，房屋的库存紧张，建材、人工和房屋保险成本持续上涨，无简单的解决方案。美国的炒房行业近几年境况艰难。2024年炒房交易仅占全美独栋住宅和公寓销售量的总量 7.6%。 数据显示，去年全美共转售了297885套独栋住宅和公寓，较2023年的322782套下降了 7.7%， 与2022年的近44.1万套的峰值相比，更是减少了 32.4%。该公司专门监测房屋转售活动。尽管2025年第3季度不良资产，就是炒房者所寻求的房产的指数申请量较去年同期增长大约 17%， 但是这些投资者仍然面临着重大的挑战。根据房地美的2024年的一份报告，美国目前短缺370万套待售和待租房屋，整体供应仍然紧张。许多房主因为按揭利率较低而推迟出售房屋，这种供应限制了推高了房价，使得炒房者更难找到可以翻新并且迅速转售以获取可观利润的房产。美国炒房者迈尔斯夫妇表示，过去的几年他们的生意确实变得更加艰难了，为此他们更加的精挑细选项目，专注于轻度改造和快速周转的房屋。这意味着他们会避开大修项目，专门收购那些只需要清洁、简单翻新并做一些墙面修缮就能在4周内转手的待装修的房屋。他们还调整了退出的策略，除了传统的现金出售给购房者外，炒房者迈尔斯夫妇经常选择合同转让的方式，先签订购房合同，然后他们在合同到期的之前将合同转售给其他翻新的投资者，赌注压在优质的房子上面。炒房者迈尔斯夫妇在成为职业炒房客之前，对房地产和住宅的设计他们有着长期的兴趣。他们热衷参观样板房，然后仔细地研究房源的信息，并揣摩户型图。她的丈夫保罗还曾经从事建筑材料的商业与住宅的检测工作，具备了相关的行业背景。大约15年前，这对夫妇在华盛顿州芒特莱克地市中心发现2栋相邻待售的房屋之后，正式的投身炒房行业。这2栋房子建于1950年代煤渣砖房屋，当时是外墙破旧，屋顶漏水，距离他们当时的居住地大约有25英里。房屋内部也需要全面的翻新，
包括更新电路与管道的系统，改造厨房和卫浴，都要更换全屋的窗户，并铺设硬木地板。但是他们夫妇认为这些房子的底子不错，除了屋顶的问题之外，整体的结构的稳固，房间格局也是挺实用的。就在这一刻，炒房投资的念头深入了骨髓。他们回忆到，看到了这些房屋翻修以后的潜力，查看了价格的标签，计算后认为投资回报率能达到30%到40%。他们用了4万美元，就是自有的资金，和22.4万美元6个月的贷款，买下了这套房子，并在10周之内完成了翻新。又过了10周之后，他们以30%的利润售出了这套房屋。这对夫妇拒绝透露具体的收入。他们表示，通过翻新转售独栋住宅，他们每年能赚取6位数的美元。每套房产的盈利大概是3万到5万美元之间。去年他们经手了18套房产，目前他们的净资产已经超过400万美元。他们表示，从事这个事业中获得了不仅是财务的回报，更重要的是有机会为社区的增值，并帮助那些陷入困境需要卖房的人。个体的承包商为了控制成本，这对夫妇专门寻找个体的承包商来合作，避免支付大型公司的运营溢价。选择翻新而非更换物件也是降低成本的有效策略。例如，对室内的门进行打磨修补后重新上油漆，而并非是直接的换新的。在某次的项目当中，他们通过将现有的灯具喷哑光黑漆，而非直接更换，节省了数百美元的开支。一些较大的失误在于错判了社区的定位，例如在高端的社区花更多的钱打造定制的瓷砖，升级固定装置或者现代门等细节。值得的是，在低端的区域，这些改造对买家吸引力是有限的，反而会清除了利润的空间。欢迎订阅。